制霸陆地的沙漠猛兽，让高达深陷苦战的最强拦路虎登场。机动战士高达系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TMF A802 P-Mod W 巴尔特菲尔德专用改修型巴库，是扎夫特在地面装备兽型机动战士巴库的基础上，为验证新型地面作战机动战士技术而开发的一款试验机型。该改修型巴库跟已服役的量产型巴库相比，两者在整体造型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地方，其中一处是在头部嘴巴位置多了一副很尖锐的獠牙。该獠牙装备是巴库在安装双向输出光束键之前，扎夫特给巴库增加近战能力的改进方案。虽然不像光束键那样具有极强的切割能力，但足够让改修型巴库与敌方展开近战，同时还在前肢脚部位置新安装了跟利爪一样的爪钳。这两件武装均采用了特殊的合金材质打造而成，其锋利程度能够对各型装甲单位构成破坏，这对于潜在目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然后在机体动力方面，改修型巴库进行了加强，可以看到在改修型巴库的尾部增加了一组推进器，所增加的动力输出较量产型巴库提升了 17%， 并且机体部分部件还使用了碳纤维材质进行减重，以此来进一步提升改修型巴库的机动性能和格斗能力，因而其机动速度也由此上升了 21%。 可以说，经过动力加强后的改修型巴库在对目标发起近战时的性能表现就宛如剑齿虎扑向猎物一般凶猛，其场面看起来就足以令对手感到胆颤心惊。不过这个也相应让改修型巴库的平衡性大幅度下降，由此导致了改修型巴库的驾驶难度大增，即使是水平高超的调整者驾驶员也难以达到操控自如去应对实战的地步。因此改修型巴库的驾驶舱改成了双座副式驾驶舱，增加1名成员来协同操纵改修型巴库进行作战。而其他的攻击手段，改修型巴库则继续沿用了量产型巴库的攻击手段，也就是安装在背部基座的400毫米口径13连装导弹发射装置，另一个就是450毫米口径的双管电磁炮。这两款武装已在量产型巴库上成熟应用，能够根据作战任务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武装进行作战。当然，主要的方式则还是多架巴库使用不同的武装互相配合进行作战，这些在与对手地球联合军和游击队的战斗中就得到了展现。而改修型巴库在这个基础之上增加了近战能力，不但让巴库的攻击能力得到进一步完善，也使扎夫特地面部队的突防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这对于在大规模战役当中突破对手的防线极为有利。也正因为如此，这款还处于试验状态的改修型巴库很快就被安德鲁·巴尔特菲尔德相中，于是便直接征用来作为自己的专用机体使用。然后他便在机体上涂上了代表自己的沙漠之虎标识，与自己的恋人艾莎一起负责驾驶改修型巴库。不过可惜的是，由于改修型巴库的獠牙装备在运输过程中带来了不少麻烦，极其容易影响到扎夫特基地内设施的运作。在考虑到其本身也不适用于城市巷战，且与游击队的战斗也派不上用场的情况下，沙漠之虎还是选择了将其封存在扎夫特直布罗陀的基地内。原先改修型巴库在北非部署用于实战的计划就此放弃，直到沙漠之虎在与大天使号的战斗中落败，这架改修型巴库才在沙漠之虎副官马丁达克斯塔作为内应的帮助下，被佣兵组织巨蛇之尾的成员开走，以此来帮助回收屋的罗求尔救出沙漠之虎安德鲁·巴尔特菲尔德。而在这之后，这架改修型巴库就交到了回收屋的罗求尔手中，接着罗求尔便对这架改修型巴库进行了改造，在其后背的基座上安装各种机械臂来用于进行各种作业，并且还安装了传输数据用的天线，以便回收屋母舰的虚拟舰长乔治·格伦远距离操纵改修型巴库。这样作为自然人的山吹树里就能在虚拟舰长乔治·格伦的辅助下，驾驶改修型巴库展开工程作业活动。如果发生战斗，改修型巴库仍能发挥原来的近战作用。这在罗求尔与异端高达金色机发生的一场战斗中，改修型巴库抓住了机会，成功给予了对手一击，由此为罗求尔拿下这场战斗胜利增添了贡献。尽管改修型巴库没能在扎夫特手中投入到实战，但是测试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很快就用于研发下一代兽型机动战士，而这个全新的兽型机动战士便是型号为 TMF A803 的拉古。从外形上看，拉古对于巴库来说整体上的变化并不大，其机动方式同样延续了四足和履带两种机动方式，这两种机动模式随时可根据地形或战斗的需要进行切换。有所不同的地方是机翼上的推进器增加到了4台，包括机体尾部的推进器。拉古的推进器总数一共是5台，
这些推进器产生的动力相较于巴库上升了一个台阶，无论是跳跃还是在地面的巡航速度，拉古的机动性能表现都足以令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在向对方发起突击时产生的爆发力，就像是老虎捕获猎物一样十分的凶猛，其反应速度相当迅速，只要目标有所迟缓，就逃脱不出拉古发起的突袭。基于这样一个机动性能非常突出的特点，拉古所具备的其中一个重要攻击手段，便是安装在嘴上的双向光束剑，同时在4只脚部都增加了近战用的格斗爪，这样拉古在对目标发起近战突袭攻击时，就能像猛兽扑向猎物那样一起发挥攻击作用。这对于敌方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基本上很难做到有效应对拉古发起的突击。而另一个攻击手段便是安装背部基座的双管光束加农炮，该型武装取代了原巴库的实体武装双管电磁炮，具有威力大和贯穿能力强的特点，其打击能力要远优于电磁炮。可以说，拉古光束剑加光束炮这一武装配置，表明扎夫特的机动战士发生了重大变化。换句话说，扎夫特基本上完成了从实弹兵器到光束武器的跨越。另一方面，拉古的驾驶舱延续了改修型巴库副式驾驶舱的设计，也就是由2名成员来协调驾驶拉古进行作战。其中前座位置是武器操作员，该位置配置有专门的火控系统来操控拉古上的武装，使用方式比较类似坦克装甲车辆的潜望镜，能在观察外部环境时迅速锁定目标，这个时候只要一键按下就能对敌发起攻击。而后座位置便是驾驶员，主要负责驾驶拉古和对敌展开近战攻击，并配合前座武器操作员为其提供最佳射击姿态对敌发起攻击。基本上只要2名成员之间的配合足够熟练，就能让拉古在战斗中发挥出跟高达相同水平的性能表现。而这一点在沙漠之虎安德鲁巴尔特菲尔德与强袭高达的战斗中就得到了体现。与驾驶改修型巴库一样，在这场战斗中也是与他的恋人艾莎一起驾驶拉古战斗，两人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配合程度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首次实战与基拉大河驾驶的高达交手就表现出了高超的战斗水准，在反复交手的过程中给予了基拉大河巨大压力，只可惜关键时刻被基拉大河抓住。在连续被强袭高达攻击得手以后，沙漠之虎驾驶的拉古就逐渐陷入了劣势，但是他并未就此放弃战斗，依然拼尽全力驾驶损伤严重的拉古对强袭高达发起了攻击。很快在交手之后，强袭高达的能量也到了耗尽的地步。正当沙漠之虎要抓住这个机会给强袭高达最后一击时，基拉大河突然爆发，扭转了战斗形势，直接拿出战术小刀向拉古使出了致命一击，直接击破拉古，引发爆炸，从而结束了这场战斗。最终战斗结果，沙漠之虎的恋人艾莎战死，而身受重伤的沙漠之虎则在回收屋罗求尔的帮助下得以生还。在这之后，他就被送到了宇宙，从此再也没有返回到扎夫特。值得一提的是，扎夫特开发的拉古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在地球联合军向扎夫特卡潘塔利亚基地发起的88作战行动中，由人称幻鹰蕾娜伊梅利亚驾驶的暴风短剑，在登上扎夫特基地后就遭到了扎夫特3架拉古的围攻，但是这3架拉古并没有得手，反而被对方全部击破。而除了在这场战斗中出现的拉古以外，来自北欧国家斯堪的纳维亚王国也有一架拉古，除去涂装颜色有所不同之外，这架蓝白颜色搭配的拉古头部额头位置没有安装增强通讯用的角状天线，包括嘴巴位置的光束剑和背部位置的光束加农炮也没有安装。由此可见，这架没有武装的拉古并不是战斗用的装备，特别是在这个位置还印有军工企业温斯莱特世界集团的标志。这个标志说明了这架拉古跟巴库一样，都是温斯莱特帮助扎夫特进行极寒环境测试用的装备。而关于这架测试用拉古的驾驶员，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的拉斯温斯莱特就担任了这架测试装备拉古的测试驾驶员。他还与佣兵组织巨蛇之尾的风花亚哲一起驾驶了这架测试用的拉古。虽然这架测试用的拉古同样驾驶门槛很高，但对于自身是调整者的拉斯温斯莱特而言，在与风花亚哲一起驾驶时仍显得十分轻松，甚至两人后来还一起协同驾驶拉古参加了战斗。最后是在漫画《机动战士高达 Seed RE》中，还出现了在拉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高机动型，可以看到其造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其中最突出的地方是在机翼部件上增加了2个大型推进器，该型推进器与高机动型金恩装备推进器相一致，所产生的推力足够作为兼用动力使用，所以后来开发的流星号所使用的推进器就是以这个推进器作为原型开发而来。
而拉古在装备这个推进器之后，让自身的机动性能就此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然后就是高机动型拉古所配备的武装，首先在机翼两端位置各新增了一门加农炮，以此来用于加强拉古的火力打击能力。同时在这个位置还设置有光束发生器，这样就能利用自身的机翼部件进行延伸，来使拉古的攻击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而且在嘴部位置的双向光束键也有变化，能向前输出形成光束獠牙，这样在正面发起突袭时就跟改修型巴库一样，以咬合的方式对目标造成伤害。剩下的在机体的尾部还新增了一个类似飞燕爪牙的尾钩，该型武装会通过火箭发射的方式直接射向目标，既可以用来捕获目标限制对方的行动，也可以在捕获之后释放强大电流，以此来诱发对方机体内部的设备发生爆炸，从而造成破坏。这在漫画表现出来的故事情节当中，基拉大河驾驶的完美强袭高达左手臂上的火箭矛复合冰装，就是在高机动型拉古通过尾钩捕获后被瞬间释放的电流造成了破坏。由此可以看出，在漫画中的这场战斗，两边的战斗能力较于原来的故事情节都丰富了不少。虽然整个战斗场面发生了巨大改变，但结局依旧，高机动型拉古最终还是落败。